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五前的 GT， 我是老大。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讲我们正式接到的一个工商服务。什么主题？没错，3D 扫描器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们先不要转台，3D 扫描器，这是我们第3次接到3D 扫描器的活动。对。但这次比较特别一点点，因为这次我们开箱的是一般家用的3D 扫描设备。还记得我们之前开箱的另外2台都是很专业的工业级的，就是基本上一台都是要20K 左右的。那这台是比较平易近人，对，然后最后公布价格，但是绝对是远低于这个200K 这种数字，所以主打就是客家市场，符合我们频道风格。对，但我觉得不一定客家，因为其实扫描器来讲还是有点贵，但是它相对来讲是可入手的阶段。好，那今天要介绍的这台是 Seal 3D Maker Pro 这间公司出的。你原本有听过这间公司吗？我有听过，有，他原本有拿那个手拿的圆圆一颗，对，因为他好像出了蛮多平价 3D 扫描器的，对，这一次其实在他寄给我们 demo 屏之前，我就有 follow 到他，你说你有被广告推到，对，那最主要来讲，可能不是广告用，平常自己就在 search 一下这方面的知识，但是很特别是广告推以外，我看到有一点我很喜欢，它跟那个最近 Refer Point 有一个东西很像，就是它可以离线式扫描，简单讲就是它有那个一个手柄，然后接手机，然后再加扫描器，它就可以直接扫了，就是不用带着笔电跑。对，不用带笔电，我觉得这就是差超级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影片，你大概就会了解我在讲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先看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这个地方就是他讲的这个 Smart Grip。然后去接这个扫描设备，它2个合在一起用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离线式使用。但其实我有看过它的真正使用，并不是像你想的这么简洁，它还得接一台手机，假设是 iPhone，那它旁边还要再插很多线，所以其实它有接在这里吧？对，它那个其实没有夹上去，所以其实大概会比你看到这个东西再多300克左右，所以真正的重量应该还要再加300克。OK。这个东西也是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猛的一个内容。它感觉看起来像是一个很高科技的旋转手臂。对，这大概是一个3轴到4轴的一个载台自动化的一个设备。就是通常会在哪边看到呢？就是车床或铣床会有这个东西。你说它是一个多轴的旋转设备？对，多轴的旋转设备啊。在哪边我有看过呢？就是 InScan 它有出一台，那当时我也是有点不要脸的去跟台湾的厂商问了一下价格，跃跃欲试。对，然后说可以玩玩看嘛。对，他说以后有机会可以借我们用用看。对，但是他当时也是有报了一个惊人的价格告诉我，他说一台要350K， 350K， 大概不是30，对，35万左右。对，那我相信一定是可以打折，但这个价格的确是有劝退我。但是的确，这个设备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小物件摆上去之后，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多轴嘛，所以它就多个面向一次帮你扫完。所以它的概念主要就是一键式的扫描。对，就是你可以东西放上去，你不用自己操作，而是它会有一个流程帮你跑到。对，我觉得你唯一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可能翻面吧，因为它背面你始终扫不到，这应该是没办法的。但除了背面以外，它另外所有面向都可以帮你扫完。所以这个的用途就是让你极简操作，然后比较不需要太多人为的因素在里面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其实不单是这样，因为当你今天用到这种自动化设备的时候，你扫描的精度会变得比较高，因为你把人的因素拿掉了。其实我觉得扫描里面最不准的地方就是人，所以你如果把人的因素拿掉之后，它就准很多。因为我们以前用扫描设备很常扫人脸还是什么，然后就追踪不到，或者是那个人变了一个表情。然后再来就是那是被扫描的东西，然后扫描的人本身如果距离太远太近，抖还是什么的，都会有一点影响。我没有得罪帕子斯的意思，就是他如果手不稳的话会抖。他如果手不稳的话可能会抖一下。对，那这样就很麻烦。所以基本上如果有这种载台的话，我们本身还是蛮想尝试看看。对，如果价格是能接受范围的话，更值得一试。没错，所以当时他联络我们说有送我们 demo 屏的时候，我第一直觉想到就是我好想要这个载台跟那个离线式使用。但是等一下大家都知道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完全体，这里吗？对，它其实并不是像刚看的那么简洁，它必须还要再接2条线，有没有？就是它扫描器接了之后，它上面还要接手机再接线。对，但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疑问，我没有到很确定。就是这台手机是15 Pro 才能用，就是它是用 Type C 的嘛？
还是说 Lightning 也可以？因为像我的手机就是2-3年没更新了，它其实还在用 Lightning。那你可以 Type C 接到 Lightning 不行？可是毕竟传输速度不一样 ，Lightning 只有5 MB 嘛，但 Type C 的话现在相对来讲好像有开放的比较高，那这个速度上就会差很多。可能要查一下手机规格之类的。对，这看，因为毕竟我们没有 Smart Grip，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那个传输的规格。你刚刚说等一下才要说，你现在就破梗啊？没关系啊，重点是它的核心就是你看它其实是不用接电源线的，这点其实也不错。代表说吃手机吗？是吃手机吗？我还以为吃手柄反正不管吃什么，总之它就是不用主动额外的供电。吃手机可能很快就隔了，因为我手机也是用10分钟就不见了，因为我想说手机运算呢。运算的话一定是手机，对，是吃手机但是那一台的供电可能手柄可以给，毕竟它有，毕竟还蛮对啊，还蛮大一只的，对嘛，它有线嘛，然后一个是接到手机，一个接到你的扫描器，所以有可能手柄是充电还是什么之类，也有可能。对，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行动电源，你出门把它当行动电源带，可能也可以。然后这边的意思就是它是彩色的扫描器，对，纹理扫描，具有纹理扫描。但是我原本以为是全系列都有，但后来仔细研究一下，是只有 Seal 3D 才有，Seal Lite 本身是没有的。就是这里嘛，它有一个 Seal 跟 Seal Lite。对。Seal Lite 的话就只有 Seal Lite 就是一种比较阉割版本的，对啊，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比较偏向于这种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红外线式扫描，但它就是比较偏向于就是纯物件扫描而已，单色使用，对。其实就知道 model 很重要，如果是我们去拍，就会觉得好猥琐。然后下面有一个距离仪表板告诉你，这个其实我觉得蛮重要，因为你最适距离，最适合你扫描的距离。因为电脑上就会显示说你可能要再近一点啊，太远、太近、太远。但这个话，它的手柄上会直接告诉你说现在距离是近还是远。然后这边有电量告诉你现在剩下的电量，所以应该就是手柄供电。对。那可能你看这边按钮，它可以启动，这样子。Too close 太近了，就要拉远一点。说 Smart Grip 是可以连手机的吗？对，所以它有一些基本的 WiFi 功能，还有传输功能。好像不是 WiFi 因为它是接着的，所以你手机下载那个 app 之后插上去，它就会连到。对，那意思就是有基本的连接无线功能。对，然后这个我们就是刚跟大家讲，我们其实就是不知道。我猜测他这边想要表达就是，当你今天扫描很多家中身边的事物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扫描的东西丢进可能未来元宇宙的内容，就是沉浸式体验。对，或者是你买了这个设备之后，你又再花了10万块买了苹果的 Vision Pro， 所以他可能想告诉你，它的应用方面除了可以扫描出来拿去列印，对，扫描出来列印只是一个方向，设计之类的，它可以变成数字生活的一环。你可能也扫描出来之后用于虚拟，对，等等的用途，就是建在元宇宙里面，你就可以拥有这个物体。所以现在可能是起跑者 ，Pioneer 的概念，对。这个就像你讲的，它就必须要粘在那个载台上。对啊，因为它这个明显是会转动嘛。对，所以它这个如果转动会滑动什么的话，可能也会有些问题。所以这种东西还是要固定在底座上面。然后你看它那个距离应该是固定，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个问题，我现在想象得到的问题，就是你放的东西不能太高，因为太高的话，最上面的东西它的距离会有问题。对。然后就是有2台特别帅。
我上网查过了，右边的就是我们这边拿到的铝合金的版本，然后左边的话呢就会是塑胶壳的版本，对，塑胶壳的话就是比较不环保嘛，苹果有这么说。它主要差别是在解析度，然后外壳包装，但基本上功能都是相同支援的，除了彩色扫描就是纹理扫描这个有差以外，其他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。这2台也都有支援刚刚讲的 Smart Grip 跟那个 Multi Turnable Table。对，所以主要是看用途吧。对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我们其实这一次有收到厂商的邀请，所以我们有收到试用品。对，那我们试用品是 Seal 跟一个简单的旋转台跟手持脚架。对，那手持脚架的话就是一般的手机脚架或相机脚架。那载台的话，其实就是很多3D 扫描设备都会提供的。所以我们这次已经有实际的开箱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实际开箱影片过程。好，那我现在来讲的话，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去使用这个 Seal 3D 扫描器它的实际上操作内容。那我会以现在画面上我刚刚扫描完的这一只小老虎的公仔作为例子。那我们现在来重新进行一遍。那因为它本身是有附这个旋转载台的，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 Table Skin。好，然后看到这边就是它的旋转载台。我们先把它画面居中。它载台其实长得蛮有质感的，因为上面有那个数字。我自己是觉得头也蛮重要，所以我可能会拉高一点点，想确保一下它头部是有扫描到的。它是一个 USB 供电的载台。Micro USB 供电的载台。那扫描过程的话，我是有开纹理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开纹理的话，尽量开纹理啊。那当然还有是 Seal 3D 它有分2个版本，一个是 Seal 跟 Seal Lite。所以 Seal 跟 Seal Lite 的唯一差别就是有没有纹理扫描，所以能不能看到这个贴图，我觉得相对来讲蛮重要的。然后我发现说它每一次的录制的时间大概都是322F， 就是它能够提供的面数大概322个。所以如果你的东西比较大的话，你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档案去一点点扫起来。然后这个头扫得蛮完整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扫它的下半部，精分。然后我们看扫描的时候，左边其实也有类似的距离显示的地方，告诉你，对，最适的扫描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尽量把它。但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没有这么严重，是因为它本身是固定式，所以你只需要调一次。因为你在 Table Scan 的过程嘛。对，它其实不太会特别跑。如果你是像影片里面用 Easy Scan， 就是直接手拿的话，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。对，那使用上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就是我们只需要架好这样的设备，然后距离调整好之后，然后只要按扫描，它其实就可以相对快速、简单的去扫描。然后我们选择 Control， 拉一下。这就是基本的一般的处理后处理。就是你扫描的时候不可避免一定会扫描到一些渣渣，然后你要把渣渣拿掉。好，但大部分的扫描软体也会有。对，基本功能。没有 iPhone 的就没有。iPhone 的扫完就扫完了，它不能帮人去除渣渣。它是手机。对。但这边可以看得到，我把右边那个亮度调太亮了，其实应该调再暗一点点。那这个话是 Table Skin， 就是我们放在这个旋转，它有本身附的这个旋转载台上，搭配3脚架去做扫描。那我们大概上去扫描到一个很快速而且稳定。然后我觉得它扫描的大小的面积没有到很大，可能在10公分左右的物件是它的好球带，超过之后它其实就没办法一体扫完。好，看到这屁股这边还是有地方没有扫好，我们调一个角度，我们再扫一遍。光这个小老虎，其实我们总共扫描含后面的合成，整个步骤大概是20分钟。对。那一般来讲，这种扫描上黑色部分会特别难扫，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扫描的物件上有大量黑色的话，建议就是开这种纹理扫描，它至少彩色相机它能够开到，那它就比较能够扫得到，也只能说比较了。那这种扫描如果是黑色或是反光，或者是其他让你比较不好扫描的时候，通常会喷粉或是一些后处理。看这4个能拼在一起。
手动的话就点选第一个点，那因为它扫描的地方有手，还蛮清楚的，所以我就点在手这个尖端上。我觉得这功能也还正常，就是它可以合并。那它有自动合并，也有手动合并。然后选3个特征点，确定它的立体结构之后，让电脑帮你把它合起来。对啊，你一定要学会手动合并，因为它一开始合的没有很好。所以以它来说，自动合并的部分做的比较没有那么好，我们觉得。对，它没有那么快可以自动合上来。但有手动合并的功能辅助，所以基本上。那第3个点的话，一般的软体操作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对。但是还是要说，它这个扫描来讲，一个要20分钟，所以相比较工业级的设备来讲，它的确是比较慢一点。但毕竟是家用产品，所以还是可以接受。好，就是不管在电脑的流畅度或者软体的流畅度来讲，是有比较不足一点。就把像这样看能不能合在一起，跟这2个，好合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合并完之后长这样。那我们就把它减少杂讯，然后去修。然后这个步骤就是封装嘛，对。然后再加上把它通常把你扫描完的点云或是一些 data 做成后面比较合适后处理的样子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扫描的成像结果，然后储存速度其实也蛮快的。但其实以结果来说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看起来的话，它的色彩也蛮鲜明的，看起来蛮可怜的，蛮无辜的。对，这是它的结果。那当然可以把皮剥掉来看，其实扫描的我自己觉得还不错。很像是被 SM 的老婆。那有提到过这个黑色的部分，那因为扫起来的时候它就会不好扫，所以黑色的地方青筋充血的感觉，它会凹下去一点点。那这个就是它那个颜色上的差异。如果本身都是纯色的话，列印完的话很好上色，你就知道它的纹路在哪。那这个话是用Paintball Scan 的方法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另外一种。那我们现在尝试要去做一个工程键的扫描，那这就是我在上一次影片 L 股的时候有介绍过我的新的公路车，所以我一定要买这个保护自己的安全帽。所以我们就先来做扫描。扫描的时候有几个重点，就是这是我从其他扫描器上面学来的重点，就是第一个是它的光打在这个物件上的时候出现红色是对的，但是不能太红。那我们就开始扫。那我觉得扫描的话，我们就从下面扫到上面，再从换到旁边再扫下来，这样，然后就用交叉的方法扫。看会不会比较完整一点？先往上，然后在这个扫描的过程，如果要让你的成功率比较高一点，换到右边一点点。我觉得你要让你的荧幕里面白色的部分或是黑色的部分减少，白色部分增加。一直就是但凡是扫不到或是反光严重的部分，你要尽量让它在画面里面占的比例越少越好。通常如果一多起来，你就很容易丢失。对。我再提一个我自己扫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很困扰的点，但这个不是个大问题，就是它的那个方向跟我现实中使用的方向是反过来的，就是当它失去它的右边是上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刻结束，所以你有时候就会觉得很麻烦。对啊，所以叠图叠错，你要重新再弄，会更麻烦。因为你是把它装在脚架上面，但它实际上原本是用手。假设我以三手拿就直的这样扫，有可能所以是我的问题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设计的问题。合并。好，这边先暂停一下，就是它那个align之后一出来结果是差很多的，就是没有合得很好，可能是因为安全帽它本身结构上，所以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慢慢把它合成比较像现在那个样子。就是这个部分除了有自动对位之外，对，你也花了一点时间在手动对位上，而且最后手动对位对到后来有一个键，我觉得实在不好对，就把某一个零件就不要了，这样，扫描的过程。所以基本上你还是要能有一些基础操作，这个东西才会比较实用。或者是你就多练习几遍，你也可以上手。或者是你要多扫几次。对，因为我们像只有扫3个。对。但你如果去看官网的影片，它有一个扫7龙珠人偶的。对。它就扫了10几件。对。所以如果你要扫的很少件，然后就完整的话，你还是要有一些处理的能力。或者是你的东西要很小，不要大。像这个安全帽，它毕竟是头的 size， 它大概前后宽可能有30公分。跟我们刚刚说的好球带不一样。对，它不在好球带上，所以你扫描的时间就一定会拉得更长。像这一件扫描整体的时间大概30分钟左右。我觉得或者就是你要在你的本体旁边放一些容易对位的东西，但这样的话你的本体就不能动，你只能动你的扫描器。像我们的话有一点偷吃步，就是我们的旋转载台上都会贴满定位点，那是其他扫描设备提供的。
那那个定位点就会协助它去完整的定位。对，我把它放在一个黑色的那个旋转台上，这是我们平常会用的东西。对。这两个是合的蛮好的。这个就是自动合成的。对。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地域合成的，对。然后就要慢慢一个点，就是手动挡而已。好，像看，然后它4合过来之后，它2就跑掉了。我就喜欢点影片，就是这种感觉，1秒就直接点好的感觉。像刚刚老虎那个特征很好找，但这个帽子特征不好找。然后我们把3关掉。我觉得差别在于，再合一遍。老虎它是有纹理的，所以你只需要找个虎纹，虎纹对虎纹，你就很好对。你说这种 V 字形的顶端。对，它有一个点或眼睛的下缘，然后是嘴巴或者什么手的上边。所以如果要很好的去对或者怎么样的话，说不定你也可以在帽子上先贴一些定位点，也可以，然后扫完之后再照着点去合成，会更快。对，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能比较会有问题，就是你的精度会因为这一刻跑掉，是因为手动对位的时候，我都怀疑那个精度能不能对得很准。所以我觉得用手动去点这个定位的时候，它的精度就会跑掉。再来的话就是，除非你有很事先设定那个点在哪里。你可能在你的帽子上画一个叉叉标记之类的，对，或许会增加。但是因为我们这边用的是非纹理扫描，所以其实你扫描的时候是看不到那个叉叉的。但如果你是用黑色的话，那边就会缺失。缺失的话，那也没办法定位，你只能定位在那个叉叉的前一个点。你可以找到缺失的位置。对。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方法。对。合一遍，它应该会再把2拉回来。你看，这样就对好了。就是没事了。就是虽然是非纹理，但上面其实还是有些纹路的，你看得出来。合的不是要好，那就完整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记得打开。好，这边就是我犯的第2个错误，就是因为它是个镂空的安全帽，为了透气，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你在选择的时候，你应该要把这个 remove repair craft 的这个地方你要关掉，因为其实它那个洞是要保留的，它会帮你把洞合起来。对，如果你有选的。对，但我2个就把它点进去了。再来的话就是 texture mapping， 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，所以也不用开，可以不用开。对，它的确在跑的时候就直接出错，然后就跳过这个功能。跑完了。我可以帮你把这段保留下来。他跑很久，这个他跑了10几分钟以上。对，他跑了一阵子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就是扫描完成了一个头盔。那我们觉得刚刚其实可以不用开这个修补破洞，因为它其实这个破洞没有必要补起来。然后再来就是绘出嘛，然后看你有没有颜色。这是这个头盔的样式。那我们后续来看最后的结论。拜拜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实际开箱的部分。那没有我们蛮期待的旋转台跟。对，忘了跟大家讲说我们收到的东西含什么东西。那我们收到的东西就是有一个 Seal 的本体，很完整的本体。对。然后我们也有收到这个 basic 的 turntable， 然后也有收到右边这个脚架。但我不得不说，以脚架跟旋转台的做工其实还不错。它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拥有的一个东西。你觉得有值17.4跟33美金吗？绝对有，绝对有。因为它这个光这个脚架就有点阻尼感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它可以用在 GoPro 相机。或者它上面补光灯上面的那个是通用接口，锁点是通用的，对，所以你放在补光灯也可以啊。像我们现在手机支架，我们就把它拿来用。对啊，我们平常很多灯要打光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缺这个脚架，有时候缺一只少一只很讨厌，那刚好有多一只，所以一定特别好。但当然，我觉得最核心或是最需要提升这个扫描品质或者是体验的这2项东西，我们这一次可能刚好，因为我们其实有特别去询问有没有这2项，他说刚好缺货。对，所以如果有机会，说不定我们之后有机会拿到。对，我们是希望说，有机会体验的时候，那我们也可以拿来体验一下。那我们自己也会想试试看。那如果要选择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先选 Smart Grip 会比较好，因为 Smart Grip 帅，而且你还能接到手机上使用。对，主要就是可以接到手机上。这一次是用电脑，是因为我没有 Smart Grip， 所以其实一直拿手机想要连，对，想说为什么连不到，然后后来没办法就问客服，客服说没办法，对，轻没有，我说这个东西，没有，他没有说轻，对。所以基本上需要最阳春的话，当然就是 Seal 或 Seal Lite。那再来的话，可以升级，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升级的部分就是 Smart Grip。而且 Smart Grip 升级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出去用嘛。对，可以连手机。但是我不确定它对于 CPU 有没有要求，就是你的手机的这个应该还是有处理器，因为它其实它本身对于电脑是有要求的。对，然后要1060以上的显卡才能用。再来的话，如果你觉得你很喜欢，然后需要再升级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多轴旋转
对，我觉得多轴旋转对于一般人而言，他可能不会有这么直观的感受，因为他偶尔可能扫描一次，所以他对于那个时间上的差异，他不会要求这么深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会比较需求，而且如果有的话，也可以拿它去跟这个 InScan 的那台做一点基本的横向比对。没错。那这边的话就是刚刚影片里面有的，对，旋转台跟 Smart Grid 连接手机的部分。那我们最后是不是要来看一下它的上泽泽募资的时间？现在是在它自己的官网，对，它有最后的下定时间。对，那在台湾的话，它下个礼拜在12月19号会上泽泽募资平台。对，那我来跟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预定的时间，它的预定时间是12月19号。基本上在两边的价格差不了太多。那如果你在这边的话，你可能还要加一些运费什么的，关税之类的。对，所以如果有需要的人，可以自己考虑一下，然后把我们影片看3次。对，那我们会把相关泽泽募资的相关链接放在我们的这个资讯栏里面。对，你资讯栏想很久，因为我突然间忘了下面叫什么说明栏还是什么的。OK， 好，所以喜欢这支影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。如果你对3D 扫描器有任何更多的想法的话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或者是你们其实有看到哪一款觉得也不错的。对，像有很多其他厂商的也有一些平价 3D 扫描器，如果你想要让我们帮你说点话的话，对，也可以考虑联系我们。好，那我在这边还是推荐一下大家最真实的3D 扫描仪，就是你的眼睛，它才是看东西最准的。因为有时候扫出来的东西跟你看到的，有时候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。但是数字生活跟眼睛还是脱离不了关系，所以能够真正把东西扫描进电脑里，还是有点感觉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支影片谢谢 3D Maker Pro 提供我们这个测试品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吧，拜拜。拜。